大家好，我係貓哥啦。今集呢，我哋就開喺 Mini GT 呢一堆新車入面嘅一部飛機啦。咁呢部飛機其實係源自於一架漂移賽車而改成嘅街車版本啊。咁啊，今集呢，我哋就一齊嚟睇下啦。同埋最緊要咩啊？原來唔睇唔知呢部車呢，其實係我哋有香港嘅漂移賽車手呢曾經有揸過嘅款式嚟嘅。咁啊，一齊嚟睇下啦。咁啊，記得喺影片開始之前呢 CLS 啦 and English subtitle has now available. Please enable the English subtitle feature. Let's go! D-Max Racing 車隊咧喺日本漂移界咧都可以話比較出名啦。咁其實佢哋主要咧係開發唔同嘅漂移零件啦，包括一啲增加空氣動力學嘅底盤零件，以及一啲裝置啦，仲有會參加唔同嘅大型漂移賽事嘅。咁呢一支團隊咧係成立於2011年啦，咁由12位專業嘅技師組成嘅。咁佢哋喺2017同埋18年咧攞到職業漂移大師賽嘅 D1GP 年度嘅總冠軍啦。咁啊，佢哋主要嘅戰車咧包括係有 S13同埋15啦。咁嗱，我喺揾資料嘅期間咧就揾到原來咧香港漂移賽車手咧伍家麟咧喺2019年嘅時候咧，亦都同呢個堅固金業偉行行咧同 D-Max 車隊合作咧去出戰一個D1嘅職業錦標賽啦。咁其後咧呢部車亦都參加咗7場賽事嘅，非常之好睇啦。好啦，我哋睇下成架車嘅整體結構啦。好啦，咁大家咧見到呢一部車啦，咁其實呢一部車咧係基建於呢部 D-Max Racing 咧喺2019年所使用嘅款式啦，咁亦都變成咗一個街車嘅塗裝版本啦。咁其實真實世界咧就真係冇嘅，咁但係咧原來變咗街車版咧又另一種風味啦。嗱，整體嘅車身結構嚟講咧，用上咗一個珍珠橙色啦。咁當然啦，佢喺裏邊嘅珍珠橙咧係有少少黃色嘅金屬粒子喺上面嘅。咁可以清楚見到由車頂嘅部分結構睇得非常清楚啦。咁啊，成架感覺閃閃亮麗嘅感覺啦。咁啊嗱，車身嘅結構咧非常之多棱角嘅設計啦。咁啊，當然好符合漂移嘅風格啦。咁我哋咧會由頭講到落尾啦。我哋先從車頭嘅部分講起。好啦，咁我哋先從車頭部分講起先啦。咁其實咧第一個部分咧，當然值得留意嘅咧就係頭泵把嘅位置嘅。咁頭泵把咧，除咗水箱嘅位置之外咧，當然就係兩邊嘅呢一兩條導氣喉嘅位置啦。咁啊，將冷空氣直接帶入去嗰個引擎艙入面嘅位置啦。咁但係如果呢度咧再做粗少少咧，成個感覺就會更加之靚仔啦。咁嚟到第二個部分啦，當然值得留意嘅，當然就係車頭燈嘅部分啦。今次喺車頭燈嘅飾件位置咧做得非常之通透薄，而且咧亦都有嗰個角嘅感覺咧非常之突出。其實過往咧佢之前做另一款Rocket Bunny 嗰款咧已經爭好遠㗎，同而家嗰個應該靚好多咯。咁但係而家冇諗到嚟到呢一度再靚咗。裏邊嘅日間行車燈嘅細節紋理全部睇得非常清楚嘅。咁嚟到側邊嘅位置啦，嚟到沙板啦，咁呢一個位置咧其實同真車相約嘅，係有少少做到深入嘅感覺啦。咁呢一度咧上色嘅部分，大家唔好以為點解佢咁樣求其三間嘢加一個尺，咁大家睇翻真車圖案係真係一模一樣係咁樣嘅。跟住咧，另外車頭冚嘅部分咧亦都做得相當唔錯啦。嗱，喺一個紋理上面咧，我哋叫做呢一啲一間一間嘅位置咧，碳纖紋嘅貼咧做得非常之薄啦，貼服啦，平順度亦都好夠之餘咧，呢一啲每一條坑紋咧，佢而家嘅技術做得非常之成熟啊，所以可以就算喺啲咁幼細嘅坑紋入面，依然做得非常之高清嘅效果啦。呢啲收邊角嘅呢啲散熱窿嘅凸起位置啦，做得非常之靚之餘咧，佢喺嗰個坑紋嘅處理咧，其實我覺得佢今年咧係下半年嘅設計一啲碳纖嘅飾件位置係做得非常非常之好嘅，即係你冇諗到佢嗰個咁突出啊！即係成件事，以前咧我哋過往以前都有收，即係可能上一年咧有陣時候呢啲地方收邊位都有少少好似起伏嘅感覺啊嘛，而家直頭完全消失，即係好似你感覺就係完全一個碳纖頭冚嘅感覺咯。
好啦，嚟到沙板嘅部分啦，即係前沙板當然最主要嘅部分就係一個我哋叫做突出嚟嘅位置啦，再配上一個我哋叫做深入去嘅呢一個漏窿嘅散熱部分嘅，咁可以睇得出咧，其實 D-Max 咧佢哋喺處理一啲我哋叫做關於一啲空氣動力學上面咧做得非常之好啦。咁另外一個部分就係喺佢嗰個斜度入面咧。下面呢個側裙嘅位置咧，其實佢係用一體式嘅設計嘅，即係由前沙板伸延至裙腳去到後面嘅位置咧，係成為咗兩部分嘅組件嚟嘅。咁呢一度咧，我自己咁睇啦，佢個斜度咧做得非常之好嘅，我自己就非常之中意呢一種感覺啦，唔會話過分地刻畫，但係咧又會有少少嘅呢一個質感咧做翻晒出嚟啦。咁整體嚟講咧，非常之高質啦。咁另外咧，值得留意咧，其實大家咧，我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咧，佢攞上去個車鈴咧，點解好似扁咗咁樣斜咗咁樣啦？咁呢一種車胎咧，其實喺漂移賽事入面咧，基本上咧喺胎壓，尤其佢哋想將個胎壓咧放緊啲，令到佢漂移嘅時候咧，可以喺就做到最大嘅角度啦，增加轉向角度咧而造成嘅一個胎啦。咁 Mini GT 咧喺今年咧呢一啲位置咧做得非常之靚嘅，喺呢一啲細節嘅位啦。咁車鈴方面本身係金屬嘅槍灰色啦，而我就將佢變成咗呢一個銀色去做翻，令到整體嘅質感咧會再做好少少嘅。咁我掹嗰條軸㗎啦。因為咧，我想令到佢做到一個八字腳嘅感覺，所以我犧牲咗個轉動嘅效果啦。咁好啦，我哋又講下車側嘅部分啦。好啦，嚟到車側嘅部分啦。咁其實咧，由門去到尾沙板嘅部分咧，其實尾沙板呢一個位置咧係做咗個加闊嘅動作啦。咁大家睇翻真車圖片咧，其實見到佢係一個拋沙板嘅動作嘅。咁但係咧嚟到街車版本咧，就比較上因為用咗一啲純色啦，同埋比較上係簡單咧，令到你感覺咦好似佢有少少唔同，但係又同原裝好相似嘅感覺啦。咁呢啲咧可能係 D-Max 咧喺佢哋自己做嘅時候有考慮過嘅嘢啦。咁第二個部分咧就係喺尾沙板嘅呢一個斜度裏邊講，我發覺咧呢一個牌子咧佢哋好中意喺一啲位置度挖窿啦。我諗第一啦係造成更加好嘅散熱，亦都可以令到佢哋表達到對空氣動力學增加下壓力嘅一樣嘢啦。例如側裙嘅位置係增加下壓力啦，而將多餘嘅熱氣咧就由呢一度帶走嘅。咁其實咧呢一個包圍個尾泵把部分咧，其實係有兩款嘅，一款咧呢一度直頭成忽冇咗㗎。我睇翻資料，咁呢一個咧係加翻呢一個我哋叫尾擾流嘅部分啦。咁呢一度咧個整體性咧都做得相當唔錯嘅。咁大餐台嘅部分啦，亦都係根據當時嘅漂移版本咧而去做嘅呢一隻大餐台尾翼啦。咁嗰個支架部分咧，比起以前咧係做厚咗少少，可能因為呢個太大隻啦，所以佢有呢一個方法嘅諗法咧都無可厚非嘅。但喺車側嘅部分咧就較為簡單啦。咁我哋又睇下車尾嘅部分啦。嗱，嚟到車尾嘅部分啦，咁其實咧最精彩咧，我自己咁睇咧，通常都係啲車尾部分嘅。咁第一點咧，我係先講咗呢兩個，我唔講車燈先講呢兩個鎖啦。咁喺呢兩個鎖上面咧，我係冇諗到咧，佢係有做到深入凹陷嘅感覺嘅，摸上去嘅質感亦都非常之足夠啦，而且有做點綴嘅，呢啲即係點睛嘅位又做翻啦，成個感覺非常之唔錯啦。喺拿捏泵把嘅部分咧，我哋叫做後沙板連接尾泵把部分咧，其實咧呢一個係只係有少少嘅突出部分嚟嘅啫。咁但係咧Mini GT 咧喺呢一度咧做得非常之好，佢夠薄啊，好彩咯，所以令到佢成個感覺唔會感覺好似呢一嚿我哋叫做側邊嘅沙板咧係有突出嚟嘅感覺啦。咁第二個部分我覺得有驚喜嘅位置就係尾燈嘅，尾燈咧基本上係跟翻直頭係佢漂移賽車嗰款嘅尾燈咯，就係銀配紅嘅設計啦，再加黑色滾線嘅設計，呢度做得非常非常之好嘅。咁我估啦，佢呢個車型咧，我覺得佢係絕對之後係會出漂移賽車拉花版，我好期待啊！嗱，另外亦都值得講嘅，佢有更新到嘅部分係咩呢？就係尾死氣喉嘅部分啦。大家會見到呢，其實死氣喉嘅部分呢，喺呢一度呢，係已經變成咗一整條啦，而唔係淨係做咗一部分嘅部分啦。而且呢，喺個圓潤度呢，即係我哋叫做條死氣喉嘅粗幼度呢，係我想要嘅嘢之餘呢，效果亦都做得相當之唔錯嘅。咁整體嚟講，呢架飛機呢，可以話係街車版啦。咁大家會問我，喂，你
做八折㗎，係啊，因為一定係做八折嘅先成個感覺會再靚好多。你話百幾多呢？我就用 Bootap 自己搞嘅啫。咁啊，你哋有興趣咧，可以自己買翻嚟玩下啦。好啦，咁我哋事不宜遲啦，就開個內籠俾大家睇啦。好啦，咁嚟到內部結構啦，咁啊，我用上咗一個反白嘅設計啦。好多時候橙色咧就一定係襯白色，都係一個比較定律嘅設計啦。咁我亦都跟翻去咁樣做啦。咁第二點咧，亦都用上咗白色嘅安全帶啦，去令到成個質感咧有個整體性啦。咁嗱，值得留意嘅部分咧，就係基於咧，因為可以拆除嘅位置咧，基本上全部都拆晒啦。咁啊〜漂移嘅軚盤咧，佢居然又用翻上去啦。咁呢一啲位置亦都係睇到 Mini GT 喺細心嘅部分所做出嘅質素啦。咁啊，大致就係咁啦。咁啊，基本上係一個漂移佈局嚟噶啦，唔需要講咁多噶啦。咁好啦，我哋合翻埋架車啦。咁啊，講下今集嘅可購買指數啦。好啦，今集嘅可購買指數咧，我會俾佢8.8分啦。咁其實呢部車咧係基於係一個冇任何拉花之下而產生出嚟嘅一個車款啦。咁亦都可以體現到咧佢成架車嘅整體結構啦，以及一啲內籠嘅佈局啦。仲有一種感覺就係，咦，原來冇任何拉花狀態之下嘅漂移車會係咁樣嘅，因為過往其實我自己都冇試過咁樣玩過啦。咁原來出到嚟嘅效果係咁樣嘅。咁啊，頭尾燈嘅位置亦都改進咗啦，做到成個效果非常之唔錯啦。咁啊，其後我非常期待佢漂移車嗰款啦。咁好啦，我哋去做總結啦。好啦，咁大家咧睇睇成部車啦。咁其實呢一部飛雞咧，真係原來做咗資料先知道原來有部咁樣嘅嘢啦。咁啊，大家又會問我，喂，幾時做嗰部聖誕節嘅開箱？今日梗係聖誕節嗰個星期先做啦。咁啊，會有另一部車嘅。咁啊，就係一部我比較中意嘅，即係我以前都覺得豪華房車咧，應該係要咁嘅樣子啦，唔係淨係勞斯萊斯先型噶嘛，係咪先？都有啲其他款式噶嘛。咁我哋下集咧就會開嚟睇下啦。咁啊，如果你覺得呢條影片好嘅話咧，希望可以俾個 like 我啦。最緊要俾個留言幫我推一推個 view 數啦。咁啊，就係咁啦，因為真係好慘啊。好啦，我哋下集見啦，拜拜。